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大家好，这里是道听途说，分享不同的故事，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据说在鄂州城里有一个叫伯峰举的伯大员外，他靠着祖先传下来的千亩良田等家业，过着非常富有的生活。就在前不久，他看上了红豆阁的一个头牌孟云姑娘，竟然把自己的原配夫人简氏以一纸休书赶出了家门。接下来便迫不及待地把那孟云娶进了伯家的门。而那个孟云姑娘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可人。那伯峰举伯大员外却是担心把她搁在手里怕飞了，放在嘴里又担心会融化，而且为了取悦他的小美人孟云，他甚至还把自己名下的房契和地契全都给了她。孟云真的是心花怒放啊，于是便抱着伯峰举是乱亲一通，亲的那伯峰举骨头酥脆，几乎差一点就背过气去了。这一天，伯峰举在街上走来走去，没事溜达着玩，突然他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我说你这员外，我看你是抛弃了康康之妻，而又娶了新欢，你是阴德丧尽啊，恐怕将大祸临头了。伯峰举一听便皱起了眉头，顺着那个声音转过头去看，他看见了一个游历四方的郎中正微笑着看着他呢。伯峰举的心里自然是很不高兴，于是便气冲冲地对那个郎中说道，我说你这郎中搞明白你的医术也就算了，难不成你还会给别人看相吗？快快赶紧走开了。说着他便命令他身后面跟着的家仆上前打了那个郎中一顿。然而那个郎中说起来也真的是好奇怪，他是既不躲也不闪，只是一直盯着那伯峰举冷笑着。打完了之后，伯峰举便不再和那个郎中说话，嘴上骂骂咧咧地走了。在经过一个茶馆的时候，一个伙计满脸笑容地走了过来，对他说道，这不是伯大员外吗？您可是有一段时间没来这里了，快来尝尝我们店的雨花龙井茶吧。于是那个伙计便带着他走进了一个靠窗的一个雅座，并且很快就端上了一壶已经浸泡好的龙井茶来。伯峰举便倒了一杯，一股香味儿立刻冲向他的额头，真的是让人神清气爽。于是他便忍不住称赞道，真的是好茶。于是一口茶便喝下了他的肚中，顿时感觉浑身上下都是非常的舒服。但是他却没有发现，就在不远处，刚才被他打过的那个郎中正对他微笑地冷笑着呢。伯峰举正在品着茶，楼下突然间是一阵喧嚣的声音，就看到人们是成群结队地涌向了东边的菜市口，原来是朝廷又要处决死囚犯了。伯峰举平日里可是一个喜欢看热闹的人，他甚至都不想再喝茶了，便赶紧匆匆地下了楼，加入了那群人当中。而就在此时，那菜市场的入口处已经是挤满了人，伯峰举是好不容易才费力地挤到了人群的前面，看到有一排的犯人都双膝跪在了前面的台子上，而且他们的拳头都垂了下去。下午3刻到了，就见那监斩官下了命令，台上突然间是鲜血飞溅，人头落地，其中的一个人头却滚到了伯峰举的脚边，只那张脸正好对着他，伯峰举便本能地低下头看去，这一看顿时吓得他是魂飞魄散，那个人头竟然是刚才那个游历的郎中。然而他还没想明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一个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那个滚到他脚下的人头突然间飞到了空中，然后便狠狠地扣到了他的脑袋上。那伯峰举便顿时立刻尖叫了起来，眼睛一闭就晕倒了。当伯峰举醒来的时候，他竟然发现自己躺在了人们来来往往的街道上，他于是便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眼睛正好落在了旁边一个店铺里陈设的镜子上，顿时是大吃一惊，镜子里的那张脸怎么会是那个游历郎中的脸呢？更可怕的是，他的脖子上还有一圈令人震惊的伤疤，怎么回事啊？这是伯峰举突然间想起了刚才昏死前发生的那一幕，
于是便慢慢的明白了，哼，一定是那个游历的郎中用他的妖术换了自己的头，这下可是怎么办呢？要是自己马上回了家，那孟云和自己的家人们肯定都不认识自己了。这倒还算是小事儿，重要的是一旦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官府，说那个游历的郎中根本就没有死，那么他们肯定会将自己送上断头台的呀。柏风举是越想越害怕，过了一会儿，他便赶紧看了看四周，幸运的是，四周的人们只是都在径直赶自己的路，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他。于是他便立刻撕下衣服上的一角，蒙在了自己的脸上，一溜烟儿就跑出了鄂州城，钻进了荒山野林之中。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被那个游历的郎中改换了头部，他家中的财富不仅与他无关了，而且就连他的命也有点悬而未决。所以不但那鄂州城他不能回去了，而且他是走得越远才能越好啊。但是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说的，人若是倒霉的话，即使是喝凉水都会塞到牙。柏风举在山里走了很久，却糊糊涂涂地走到了一处悬崖。就在他迷茫不知所措的时候，就见那不远处的野草突然抖动了起来，一只五颜六色的大老虎突然间从那里边跳了出来。柏风举突然被吓得是肝胆俱裂，他已经忘了身后便是悬崖，竟然下意识地向后退了过去，突然一脚踩空，身体迅速地摔倒，似乎又被什么东西给挂了，然后便失去了知觉。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他顿时感到是全身的疼痛，似乎自己是受了重伤。于是他只能勉强地抬起头，只看见有一个老人在身边。那个老人自称姓庞，身边也没有孩子，平日仅靠打柴为生。据那个姓庞的老人说，就在他那天背着柴下山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已经昏迷的柏风举，并且救了他。柏风举这才明白自己那天被大老虎吓得掉下悬崖，幸运的是被树枝给挡住了，才得以保全了自己的生命。自然他不敢告诉那个姓庞的老人事情的真相，他只是谎称自己是来这里做生意的外地人，他是在路上不小心遇到了一只大老虎，当他逃跑的时候，他身上所带的所有的金钱和财物都给弄没了，现在他已然是无处可去了。那个姓庞的老人听后连连叹了几口气，说道，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留在我这里养伤吧，但是我这里也是条件有限，不过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柏风举稍微停顿了一下，心想也只能这样了，所以他便留下来了。经过了几天的相处，柏风举发现，虽然那个姓庞的老人家中很穷，但他却是很忠诚的一个人，并且还是尽全力照顾着他。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只是吃糠咽菜，但他却从来没有让柏风举挨饿过，这让他非常的感动。于是他心里便暗暗地发誓，有一天他如果换回了头，一定不会辜负老人的一片恩情。时间过去了7天以后，柏风举的身体几乎复原了，所以他便坐在院子里和老人聊起了天。突然有一件东西滚进了院子，柏风举定睛一看，竟原来是个大西瓜，这也太神奇了吧，附近根本也没有种植西瓜的啊。柏风举便指着那个西瓜喊道，快看快看，这不是大西瓜吗？那个老人看了看地下，又转头惊讶地看着他，这哪里是西瓜，这不就是一块石头吗？柏风举却焦急地说道，不，这不明明是个西瓜吗？于是他便小心翼翼地拿起了那个西瓜，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它。突然手里的西瓜左右晃动了一下，竟然变成了一个人的脑袋。那个脑袋不就是他自己吗？柏风举是吓得一下子放了手，但那颗人头却不小心撞到了他自己。柏风举只觉得眼前恍惚一片，面前的人头却变成了那个游历的郎中，然后又变成了一块大石头。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于是便立马跑到了水缸那里，突然又欣喜若狂起来，原来是他的头回来了。
伯风举乐德连忙拉起了那个老人，兴奋地对他说道：快走，以后你再也不用打柴了，快快和我一起分享荣华富贵去吧。老人却一脸困惑地看着他，认为他的头脑有点不正常，但是那伯风举却什么都不管不顾了，便带着那个老人一路奔向了他的家。当他再次看到自己豪华气派的家门时，他是非常的兴奋，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于是便冲上去连连的砸门：快开门呢，老爷，我回来了。不一会儿门便开了，一个家仆探出头来看到了伯风举，但是却愣住了。伯风举笑着对那个家仆说道：你小子怎么还发愣干什么？你难道不认识你的主人我了？快进去通知孟云，说我回来了。然而那个家仆听完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于是关上了大门便跑了进去。伯风举又回头对那个老人说道：快等着看吧，我的小美人一会儿就出来接我了。过了一会儿，大门吱吱一声便打开了，就见伯风举那日思夜想的美人孟云带着一群手持棍子的仆人从里面出来了，阴沉着脸死死地盯着他说道：你回来干什么？告诉你，房契和地契可是都在我的手里呢，这是我的家，这里的一切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伯风举听罢一下子就愣住了，他正要说话，但就见那孟云却突然挥了挥手，大声地说道：来人呢，快往死里给我打他！话音刚一落，就见一群仆人便像饿狼一样冲了过来，围着那伯风举便是毒打一通。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姓庞的老人却大喊一声：快看，衙役们来了！那一群仆人便立刻停了下来，一起顺着声音看去，然而哪里有衙役的影子啊？当他们回过神来时，那个老人已经拉起伯风举，拼命地跑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其中的一个仆人突然举起手，他手里的棍子便随风飞了过来，狠狠地打在了那人老人的后脑勺处。只听到砰的一声，那个老人便突然跌跌撞撞地晃动起来，然后又喷出一口血。伯风举见状是吓了一跳，便赶紧把那个老人拉进了一条巷子，终于摆脱了那群家仆。但老人此时是再也撑不住了，倒在了地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伯风举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老人又为什么要拼尽全力保护自己，而自己与他既不沾亲也不带故的？还有那个孟云，他真的是一副蛇蝎心肠啊，不仅侵占了自己的财产，而且还要狠心地杀了自己。就在伯风举急得团团转的时候，那个游历的郎中这时却走过来了，看见伯风举便笑着说道：怎么样，我的换头大法是不是足够聪明啊？伯风举一听简直快要给气疯了，于是便扑上去拉住那个郎中，大声地咆哮道：我如今落到了这一步，都是你给害的，快还我的荣华富贵来！那个游历的郎中却冷笑着对他说道：你还是先别管这些，你的救命恩人眼看着都快要死了，难道你不想救他吗？伯风举一听这话便惊呆了，于是便犹豫着松开了那个郎中的手，说道：那么你能救他吗？好吧，只要你能救他的话，我就可以不在乎以前的恩怨了。接下来那个郎中便走到那个老人的身边，经过了一番的检查后，他皱起了眉头说道：他已然是年老体衰，头部又受到了严重的撞击，这如果按照常理肯定是不能治好的了。但幸运的是，他今天却遇到了我，如果你要是想让我救他的话，这要取决于你是否舍得。舍得舍不得的什么呀？赶快说呀你，只要我能拿得出来。那个郎中盯着他，吐出了4个字：一根手指。看到伯风举一脸的惊讶，那个郎中又继续说道：我的药材需要一根活人的手指做药引，如果你答应同意我切下你的一根手指的话，我就肯定能救他的。这伯风举听后有点犯难了，他看着面前的郎中，转身又看了看那个老人，然后又想起了老人的2次救命之恩，
一开始自己掉下了悬崖，如果老人没有帮忙的话，恐怕自己早就被野兽给吃掉了。如果这次若不是他，恐怕自己早已被那残忍的孟云给杀死了。想到这里，那伯风举便咬紧了牙关说道：好吧，只要你能救他，我就给你一根手指无妨。而此时却轮到郎中惊讶了，他颇为怀疑地说道：你真的愿意？伯风举非常愤怒地对那个郎中说：我的这条命都是老人给救回来的，区区一根手指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个郎中听后便点了点头，微笑着从药箱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瓷瓶，又倒出了一撮药粉，在伯风举的鼻子上弹了一下，就见那伯风举忍不住打了个大喷嚏。接着郎中又拿出了一把看着十分锋利的刀，砍下了伯风举的右手中指。可是奇怪的是，那伯风举却是愣没有感到疼痛。接着他又赶紧看了看自己的手，可是他的手还是好端端的。郎中又拿出了一粒黑药丸为老人吃下，仅仅一炷香的功夫，那个老人便悠悠地醒来了。伯风举大感奇怪，赶忙向郎中伸出手说道：你刚才怎么没割我的手指？快给我刀，我自己来割。郎中却看着他笑着说：刚才你是中了我的迷药，事情到了现在，我也不瞒你了，你的手指根本没割过，头也没换过。原来郎中在为人们治病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叫做7天曼陀罗的药草，以减轻患者的疼痛。他把那种草晒干，碾成了粉末，一旦人们吸了它，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幻觉，然后再被别人的语言或是动作一诱导，他们便会看到很多奇怪的事物。那天当伯风举在茶馆喝茶的时候，他走进了茶馆，趁着和伙计擦身而过的时机，便沿着那个茶壶的嘴弹入了他指甲里的药粉。然而那午后3时的杀头实际是发生了，但那头部滚动和头部更换却是吃药后的幻觉。但是7天之后，那种奇药的药效一过，幻觉就会自然的消失了，那么人的脑袋就自然会回来了。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伯风举便立马双拳紧握，他的眼睛就像喷了火一般，径直地盯着那个郎中问道：我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为什么你要这样来害我呢？那个郎中听后回头招呼了一声道：快快出来，来看看你丈夫现在的样子吧。只见街角处转出了一个人，原来那个人竟是那伯风举的原配妻子。那天你妻子想要自杀寻短见，我在无意间就吓了她。我问她为什么要自杀，她便向我哭诉了你对她的无情，所以我便决定想办法来教训教训你。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在你被那药迷住了之后，你却一个人独自跑进了山里，我是怎么也没有赶上啊。但你刚才却愿意割掉自己的手指来拯救那个老人，这则表明你的良心还没有完全的丧失。于是接下来伯风举他们夫妻俩便团聚了，但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伯风举转而一想，他们这对夫妇虽然是团聚了，可是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将来可是怎么才能活下去呢？此时那个郎中却冷冷地笑了笑，说道：你们别担心，在这里稍等一会儿。说完，郎中便转身离开了。不到一顿饭的时间，就见那个孟云头发凌乱地跑了过来，把那装有田契和房契的盒子塞在了伯风举手里，并且还惊恐地对他说：老爷呀，我知道自己错了，这些都还给你就是了，但是请让那些个牛头马面都快走吧。说话间，那孟云便指着伯风举的身后喊道：你看，他们又来了，来找我来了呀。他是一边喊一边跌跌撞撞地跑了。但是那伯风举转头看了看自己的身后，却是什么都没有啊。这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那些一定都是那个游历的郎中的迷药所致的。伯风举收回了家财后，便出资建了一家医馆，而且免费为城里的穷人们治病。
然而坐在大厅里的主治大夫便是游历的那个郎中。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看完这个故事后，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欢迎在下方留言，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